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欢迎到场来宾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记得要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热推，或者是有看到热推键的话，直接帮我们按下热推2个字，并且帮我们的节目点赞。或者是呢，在留言板上面留言给我，写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那么我也会亲自来回复大家所在地，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动。昨天整理了一下，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观众可以说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稍微念一下这几个地方，非常多的观众朋友都有留言：马来西亚新山、槟城、雪兰莪、吉隆坡、沙劳越、怡保、新加坡、香港、缅甸多伦多，还有温哥华、德国深圳、台中新竹、高雄、台北、嘉义、澳洲墨尔本、日本千叶、美国的费城、华盛顿、泰国清迈、英国伦敦、墨西哥、斯里兰卡、印尼爪哇、德国法兰克福、阿联酋、杜拜、非洲莫桑比克、汶莱、巴西、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马尼拉跟阿根廷、荷兰。谢谢观众朋友，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涌入哦，给我们这么多的支持跟留言，我们也会继续的加油。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会持续的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这一场美伊战事，说好的第2轮谈判，结果在这个时候，川普又说了。川普延长停火，但是他也说了他不想要停火。伊朗则是呛说你是要准备突袭吧。于是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看到《纽约时报》在这个时候点出了伊朗手中有4张的新王牌还没有完全的寄出来。现在呢，这4张王牌是会指导全球命脉的这一场中东对峙，接下来如何发展？赶快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先来看到川普在21号刚刚说了嘛，这个他说要延长停火，第2次谈判也没谈成，所以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要等到伊朗提出一个完整统一的方案。所以呢，美方现在会来暂缓军事的攻击，但是呢，海上封锁仍然会持续。他还说呢，美方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军事准备，我不想要再延长停火了。美国财政部长则是说呢，现在伊朗的经济已经受到，因为我们美方在港口的封锁，所以呢，它的储油设施都满了，这个油运不出去，已经重创伊朗的经济了。看起来伊朗方面则是没有在害怕的，还笑还酸。美方是各说各话哦。伊朗的高层顾问这位是谁呢？穆罕默德。他说呢，他从来没有要求过要延长停火，而且他说失败的一方没有资格来去谈条件，指的就是在讽刺美国。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也警告说，如果这场战事持续的进行，而且呢，波斯湾邻国如果爆发了从这边来的攻击的话，它会终结伊朗的石油哦。并且呢，一旦开战，会让美国跟以色列瞬间的进入到地狱模式。我们特别关心到《纽约时报》也特别点出了，其实呢，伊朗手中还有4张最新的王牌，哪4张呢？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他特别点出了第1张，就是伊朗可能透过胡塞组织来封锁在曼德海峡这边的能源设施。现在目前为止，有9%的石油贸易都是透过曼德海峡来做运输的。再来第2张王牌就是伊朗的网络攻击，可以锁定的就是包括了水利跟能源基础设施，只要一次性的渗透就可以影响到这个水的污染程度哦，立刻被污染，那么系统也会瘫痪。等于整个民生系统都会因此瘫痪而受到影响。第3个则是打的是灰色政治攻击牌，意思就是说，伊朗可能会攻击属于美国和美国盟友的这一些领事馆、贸易机构，甚至暗杀这一些单位里面工作的关键人物。最后则是伊朗会攻击，包括了这一些能源的设施，对海湾的这些能源设施跟基础设施做攻击。而统计其实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呢，已经有超过80个能源设施确实已经遭受到攻击，当中1/3的这些设施还是被
严重的破坏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了，川普一边说他不想延长停火，一边又为自己争取时间，是已经失去主导权了吗？还是如伊朗所说的，他认为美国可能又在偷偷备战，准备要突袭呢？那现在美方为什么又要偷偷的备战？是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吗？所以现在储存一些时间，要为下一次的攻击做准备吗？委员怎么解读？是，我想在最近这几天美国的态度一直不断的反复那么当然外界也很好奇，说为什么当美国反复的时候，伊朗总是愿意配合美国尽量的坐上谈判桌。那么我觉得如果要来讨论伊朗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之前就要先看一下他们负责谈判的主要代表是他们现在的外长，就是阿拉格齐阿拉格齐是一个超级谈判高手。他最有名的这个战果是他曾经在2015年奥巴马当时伊核协议谈判的时候逼哭了美国当时的谈判代表直接在现场飙泪了。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阿拉格齐还写过一本书叫做《谈判的力量》，他强调一件事，什么叫谈判？就是在菜市场讨价还价。他说讨价还价就是谈判的最高艺术，所以你要有耐心，你要尽量的拖到你的对手失去了耐心。大家就是比谁有耐力的在拖，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之所以会每一次都配合美国，你要谈我就陪你谈，并不是因为伊朗示弱，而是因为伊朗太清楚的知道说，唯有借着这样的方式，他才能够证明给全世界看，说不是我要战就每一次的谈我都配合了，然后背后捅刀的都是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看美国还要捅他多少刀嘛？捅到最后，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就站在伊朗那里了，他就是一个完全被侵略的国家了。那第二点，对伊朗来说，他就在走菜市场买菜谈判策略我就开始跟你讨价还价，不断的喊价，喊到最后，喊到你都累了，你都乏了。所以我说现在的这个中场休息就是一个广告时间就是该上厕所去上厕所，该喝口水的喝口水，然后回来就继续打那么为什么美国要这个广告时间？为什么美国要这个中场休息？第一，美国到现在想不到一个好的地面战的方法。就整个的局势对美国很不利我们在那边分析过，不管是哪个方向，美国都没有办法打地面战。那第二，川普不晓得从哪里异想天开，他认为我封锁你的封锁就是一个高招，所以呢，他觉得他的封锁可以对伊朗做变相的施压让伊朗的经济受到了冲击。可是他殊不了解说，其实伊朗已经被他禁运了很久了，就是伊朗的民众已经是生死决战了。你认为他还真的会在乎我的什么工业有多少什么生产的这个能力，我的这个平常的这个该有的这些民生这个需求我能不能满足？对伊朗的民众来说，炸弹随时掉到他头上来，这是两回事情他以为他那个我封锁你的封锁就可以达到极限施压的效果，这是川普现在在玩的把戏。他认为再拖久一点，我再封锁一下，伊朗就会忍不住了。但对伊朗来说呢，我认为我盘点一下，大家就知道说，在这个中场休息里，伊朗是占上风的。第一，他利用了这个时间，重新把他被炸毁的什么碉堡里头的飞弹重新挖出来，飞弹发射器赶快修一修，然后呢，把这个无人机在这个销量再增加1倍，所以外界评估说，他现在的无人机的数量已经翻了1倍了，他的发射器已经恢复到60%了，他的飞弹的量已经恢复到70%了。所以对伊朗来讲，第一，他整军这个备战了；第二，伊朗吃定美国一件事这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伊朗除了地形很特殊之外，它周边是山脉，这个中间是高原。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伊朗进入了最热的时间了，就是伊朗不但热，还有沙尘暴。就是如果大家看一下伊朗的这个德黑兰大学这个教授，这个马兰迪教授，他接受的这个视频的访问时，他说这个时间点，伊朗平时出去工作都是傍晚6点以后再去工作了，因为实在太热了。然后呢，还有沙尘暴。那所以呢，对伊朗来讲，你要拖我就陪你耗耗到更热的时候，我看你美军怎么登陆你要怎么打地面战嘛？就白天我们的人都不想出来了，你的人就在太阳底下晒成人干吗？然后第三，对伊朗来讲，我觉得美国错估一件事它浓缩铀已经60%了。如果今天你们是伊朗，你会怎么做？我就拼了老命做核弹对呀。我哪一天我宣布我核弹成功的时候，你们全部闭嘴，我就变成第2个北韩了。大家不要啰嗦了，我有1颗就够了。所以对伊朗来讲，它需要时间那你更不要讲。对川普来说，现在最危险的是4月29号或者是5月1号，美国国会要通过战争授权法了。就这场战争60天，美国国会要授权。如果60天时间到了，川普拿不出个所以然，然后共和党现在内部又分裂，民主党又全面反战，在这种情况下，这场战争也别打了。
就战争授权法没过，美国就乖乖撤兵了。所以对伊朗来讲，大家想想看，时间到底是站在川普那边，还是站在伊朗这边呢？好，离战争授权法正式生效的时间，其实就是在5月1号这一天，所以代表说川普必须要在5月1号之前来发动行动。那刚刚其实委员帮我们特别整理了，现在伊朗除了在重整战力之外，不管是无人机、飞弹到发射器，还有握有的就是在气候上面的优势，再加上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刚刚点出来的4点，伊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祭出来的新王牌，接下来美国要接招，有没有可能会杀到它的致命弱点上？那干哥怎么看？我觉得他那个《纽约时报》指出来的这个第一点非常重要，透过胡塞组织封锁曼德海峡。而一般大众可能不太理解什么是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其实是什么？它就是在我们现在看这个阿拉伯半岛哦，那波斯湾是在东方，那曼德海峡就是在西南方。它连接什么？它连接上面是红海，下面是什么？下面就是印度洋。那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也一样是那个世界很重要的石油生产的那个路线，就是它一定要从这边走。它不是从波斯湾那边出来，它就从这边上去，上苏伊士运河啊，很简单。就是说这2个地方其实都很重要，可是伊朗是没有能力拓展战线到亚丁湾的啊，就是到那个曼德海峡那边去。但是它可以叫胡塞组织去做。你叫胡塞组织去做的话，那就有好戏看。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长期都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势力范围，那所以沙烏地阿拉伯是支持也门政府军的，那胡塞组织就是也门的青年抵抗组织，是跟政府军对抗的。结果现在也门的西半部都是被胡塞组织控制的，一直到海边。也就是说，胡塞组织它可以控制到海边那么远的地方，它如果能够把亚丁湾跟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拿下来的话，那我无差别攻击啊！世界各国邮轮呢，通过这边的话，只要你们是美帝的走狗的话，我就不让你过。哇，就搞这一套的话，我跟你讲，那我那个战线就开第2个，对啊，就开第2场战线了。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它会点出这个来，我们当然专家们会觉得说，哇，那战线延长很大很大，延长的很远，至少超过1000多公里啦。那你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力跟物力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说你今天做不到完全的封锁，那你可以骚扰，你一骚扰，全世界的石油拉警报，波斯湾已经拉警报了，你再弄一个曼德海峡的话，我跟你讲，我们马上进入什么？马上进入世界经济的冬天。世界经济本来我们预测还有3个月啊，3个月之内战争一定要结束，不然全球经济被拖垮。你如果在曼德海峡开辟第2战场的话，那世界经济马上就垮掉。为什么？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再应付说波斯湾也出事，曼德海峡也出事，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可怕。如果说伊朗真的有决心做的话，他做到这一点那就够了。还有网络攻击，网络攻击这个已经不是假的。2015年土耳其大停电，谁搞的？伊朗搞的。那时候埃尔多安总理还是想了半天说，我们怎么会被搞得大停电呢？原来是伊朗的特工做的。其实伊朗要做的话，他还有很多方法。所以纽时他指出来这个4大法宝哈，如果伊朗万一使出任何一个法宝，我跟你讲，美国跟盟邦都要跳脚。是同样的问题，岳老师又怎么看呢？我对于《纽约时报》的观点呢，就是面对了这一场美国加以色列对付伊朗的这个战争呢，我就心里中就想打一个问号啊。首先的话呢，1、2、3、4点钟啊，这个第一点呢，就是讲到曼德海峡会被胡塞，记住啊，胡塞是一个反叛组织，是也门的反叛组织啊，是一个国中国啊，很像是真主党在黎巴嫩中间的位置啊。那么这个胡塞已经公开讲，就是说为了要支持伊朗的话呢，就是要把红海底下的曼德海峡也封锁，而且用这个飞弹啊、用火箭啊什么的，这个我是同意的。然后至于第2、第3点的话呢，第2点的话呢，攻击平民、破坏水源，企图透过污染的这种类似于化学战、生物战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间接指控的意思啊，因为我觉得这么很惨无人道，大概也只有以色列做得出来。那第3点的话呢，就是灰色政治攻击，什么暗杀领导关键人物，这只有以色列有名的。我真的是，他讲的，我都觉得我乍看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那这个第4点的话呢，能源设施的打击，这是伊朗说过的，只要你打我，我把所有中东地区支持美国的有军事组织的，就算支持的方向，通通打一遍，让大家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这是伊朗既有的政策，这是原来的消耗战跟持久战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策略。那么我倒是觉得，我这边提出来这个4大王牌因为这边讲到《纽约时报》，伊朗手上的王牌就是第1点跟第4点就是曼德海峡以及这个后面讲的要攻击这个所有的这个海湾国家了，也就是波斯湾国家的产油国支持美国的设置。他第一个的话呢，第1张王牌就是要补充，第2点应该是补充俄国的梅德韦杰夫他现在是安全会议主席他说伊朗的控制荷姆兹海峡的这件事情，像是伊朗手上拥有一个核弹一样的力量。那么这件事情讲为什么呢？因为呢，荷姆兹海峡呢，原来离伊朗实在太近了，而且伊朗呢本身呢一直是在讲说，美国也知道，只要你攻击伊朗，伊朗就有具体的合法的理由来控制海峡，否则的话呢，他就不愿意犯众怒。伊朗还是有他的改革派，是不愿意得罪西方国家的。所以说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完全控制荷姆兹海峡。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说过，伊朗根本不用卖油了，只要学着收这个过路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伊朗的导弹、火箭、无人机以及导弹发射器，基本上超过50%都完好无缺，可以准备再战的情况下，也是他一张王牌。所以大家要记住，伊朗在目前为止是属于领先的地位了。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